过年去婆婆家，因为晚班飞机凌晨才睡，第二天起床晚了，结果走亲戚时被婆婆当众阴阳怪气，睡到10点还没起床，好不容易起来了也不煮饭，眼里根本没活。我这个婆婆还要伺候她，真就没见过谁家媳妇是这样的。此话一出，饭桌安静下来，亲戚们都看过来，不怀好意的打量我，满脸等着看好戏的表情，估计在猜测我会忍气吞声还是发怒对骂。我如果不顾脸面对回去，我老公是会帮我还是帮他妈？被注目的我不疾不徐喝了口水，心里忍不住好笑。想我干了10年的 HR， 整天在人精里混饭吃，如今做到公司资深 HR 总监，最擅长的就是破和画大饼。我扫了他们一眼，感觉就像在看一群小绵羊，心里居然起了一点点兴奋。我缓缓一笑，那可不，我也没见过，因为人家媳妇没有我这么好命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婆婆。我家婆婆人多好，心疼我们平时工作辛苦，早上不喊我们起床，还把早饭都做好了。我真是幸运，碰上我婆婆这么好的人。要我说啊，在座的都没有我婆婆好。这下饭桌更安静了。本来是要发难的婆婆，却突然被我一顿猛夸，短暂的猛圈后，就被彩虹屁吹得怒气一消而散，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。众人也都被我的神操作惊呆了。我老公后知后觉从饭碗里抬起头，看看他看看我，开口打破了安静，就是啊，妈，小可天天跟我说婆婆多好多好，要我多孝敬您。这下婆婆笑得更欢了，还看着我点了点头。众人见状也赶紧附和起来，说娶了个多懂事的儿媳妇。这一顿饭总算是吃得平静和气。饭后，婆婆陪着亲戚在客厅聊天，碗筷丢了一桌没收拾。弟媳妇起身准备去收拾，被婆婆眼神制止了。我懂，这不就是想等我去洗碗收拾吗？毕竟弟媳和她住一起，伺候她整年，被调教的差不多了，我一刚来的，不得给我个下马威，立规矩。其实回来之前，我联系家政公司找了一个钟点工，每天来做家务。我钱都付了，人都上门了，结果被婆婆赶了出去，理由是家里有儿媳，还要请保姆干嘛？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可真得装不懂了。于是我抱着电脑回房间，继续写年终报告去了。期间还听见他们在客厅小声讨论，说我是不是有点傻，好赖话听不懂，没给我笑喷。等我忙完出来，亲戚们也都走了，桌上还是一片狼藉。婆婆黑着脸坐在客厅，见我看不懂暗示，干脆直接说明白，小可呀，中午的碗筷该收拾一下了。我老公听见了起身说，我来吧。婆婆一把按住他，你个大男人，进什么厨房，回房间玩电脑去，让你媳妇来。好嘞，我也不恼，笑着应了下来，端起碗往厨房里去。紧接着我问，妈，用什么洗呀？婆婆走了过来，拿起一块洗碗布给我，然后走回客厅，刚坐下又听见我问，哪边是热水呀？她说，左边是热水。哪个左边？您的左边，靠窗这边。这水也不热呀。婆婆无奈，起身又走了过来，把水移开，这边，这边。这不是左边吗？哦，我的左边呀，那您咋不说清楚呢？我不好意思笑了笑。她没好气看了我一眼，回客厅刚坐下，又听见我问，妈，哪瓶是洗洁精呀？她语气都有点抖了，瓶子上写着你看不见。哪呀？这个是小苏打，这是碱粉，这是，哎呀，这是油啊。哎呦，我真是。婆婆重重呼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又走回厨房，看着洗碗盆里飘着厚厚一层油，都快气背过去，操起洗洁精放我面前，这不是吗？原来在这呢，给我一顿找。我笑着接过来，然后当着她的面猛倒了半瓶洗洁精进去。婆婆呀一声，就赶紧夺过去。要命哦，你放这么多啊？多吗？那应该放多少啊？婆婆脸色很不高兴了，不客气地说，你在家从来没有洗过碗。我们家里用洗碗机啊，没有洗洁精。我为难地说，那现在怎么弄？给我。婆婆一把抢过我手里的洗碗布，边示范边说，这样，看见了没？把这个油洗掉，然后清干净。哦，这样，那这个呢？这个也是一样，把油洗干净清干净。她拿起另外一个继续洗。哦，是哦，那这个？我继续问。然后婆婆就一边说，
一边把碗碟都洗了一遍。我边看边赞叹，哎是哦，这样洗真的好干净，亮得反光呢。哎呀，要不说呢，家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好婆婆，得亏家里有您操持，要不然得乱成啥样。要我说啊，这家里少了谁都行，就少了您不行。我从她手里接过洗干净的碗碟，放进碗柜里，顺利洗完碗，我连手都没沾湿。趁她反应过来之前，我赶紧把她拉回客厅。对了，妈，我给您带了护手霜，您快试试。我挤了一坨霜在她手上，前段时间才俊去国外出差，我就跟他说给妈买点好用的护手霜。咱妈的手长得好看，手指又细又长，跳广场舞时捏兰花指可漂亮。婆婆笑起来，嘴里还说，嗨哟，一把年纪了，什么好看不好看？您快试试，专门从国外给您买的，可贵了，这一小管要100-200呢。这么贵？阿俊这孩子花那钱干嘛？大手大脚的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但他还是美滋滋的摸着手。确实很滋润，很舒服，是吧？我附和着，顺手就把电视打开，调出他正在追的剧。婆婆乐呵呵摸着手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。看了半集，房间里的我忽然听见她纳闷的在那嘟囔，哎，怎么是我把碗给洗了？笑死，这反射弧。晚饭后，婆婆关系最好的姐妹带着孙子来串门。那破小孩6-7岁，正是狗都嫌的时候，一晚上在屋子里上蹿下跳，差点没把我耳朵叫聋了。我把电脑合上，借口吃多了出去散步，拉上老公一起出去躲了会清静。等我们再回家时，我的房间已经没法看了，枕头掉在地上，上面踩着脚印，衣服、化妆品扔了满地。最恐怖的是，那破小孩在玩我电脑，我的年终报告啊！我一急，冲过去就把它扒开，连忙检查我的资料。果然，桌面上的报告没有了，那可是我写了好几天的心血啊，就这么被这个破小孩删了个干净，还连带着好多资料也删没了。我气得抓住他问，你怎么弄的？你怎么删的我东西？你按了什么？他一怔，结结巴巴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乱按的，呜呜啊，估计是被我吓到了。他二话没说就哇哇大哭起来。大婶跑进来，一把护住熊孩子，朝我嚷嚷起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干嘛把我孙子吓哭了？我指着他，他把我写的报告都删了。删了，再写不就是了？多大点事，把孩子吓成这样，至于吗？我气笑了，再写？谁写？他帮我写？孙婶不高兴了，哎呦，他是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一个大人和孩子计较什么？孩子给你吓出个好歹来，你负责呀？真是的。婆婆也帮腔，是啊，一点小事而已，小可，你冲孩子发什么火？你也太不懂事了，快给孙婶道歉。删我重要报告，居然还要我道歉。他们仨人站在一边，孙婶护着熊孩子，半分愧疚都没有的瞪着我。呵呵，行，那就别怪我大过年的给你祖孙俩送警局去。我老公都听不下去了，小可道什么歉？他哪错了？婆婆一看他护着我，更是不高兴，现在年轻人就是脾气大，儿子也只帮媳妇，哪里还记得娘？孙婶就坡下驴，摆了摆手，算了，也不用道歉了，本来也没多大事。老公还要说话，我拉了一下他，慢慢平息下来心里的怒气，冷静道，是我一时心急了。婆婆一看没事了，拉着他又回客厅聊天去。我默默收拾了一袋垃圾，和他们招呼一声，然后拎着袋垃圾出了门。再回来时，我手里抱了一箱烟花。我出去丢垃圾，看见楼下有卖烟花的，就买了些来。妈，咱不是过2天要去乡下祭祖吗？我想着正好可以带点烟花去放，村里那些孩子肯定也都喜欢看。熊孩子一看我抱进来这些烟花，眼睛都直了，冲上来左摸摸右看看，缠着他奶奶也要买。不买他就1哭2闹3上吊，那哭声震天，恨不得上房揭瓦，撒泼打滚。看着孙婶为难的样子，婆婆连忙让我把烟花给他们，这些烟花给孩子拿去玩吧，本来就是小孩子玩的东西。小可呀，我们过几天才去乡下，明天你再去买，也来得及。孙婶一听很高兴，还假意推辞下，这怎么好意思，而且市里也不允许放烟花。嗨，谁还管呢？你看外面多少小孩子在玩。再说了，
这些都是小烟花，谁看得见？婆婆扒拉了一下那箱烟花，孙婶笑开了花，接过去说，那谢谢你们哦。没事，我们在窗户这样能看到。我平静地接了一句。熊孩子已经迫不及待，抱起一箱烟花，拉着孙婶就跑了下楼。不一会儿，绚烂的烟花爆了出来。我站在窗户边，看着楼下放烟花的人，满意的拨通了附近派出所的电话。我买的烟花看着个头小不显眼，但其实花火和威力可不小，响声几米远都能听到。这可是我专门让店主给我挑选的。刚才借着丢垃圾的由头出门，我特意去了趟最近的派出所，记下了举报电话。那个派出所距这里路程只有几分钟，这可比拨打110来的快多了，可以抓个正着。果不其然，不过10分钟，警车就呜哇呜哇的来了，把那对吵闹了整晚祖孙俩给带回了警局。世界终于清静了。我从窗户边离开，坐回到婆婆身边。她看了我一眼，你不看他们放烟花了？我笑笑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婆婆倒也没再说话，继续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就侧眼瞥我一下，估计是在纳闷我今晚怎么守着她。过了一会儿，婆婆的手机响了，她接起来却愣了，哪里？派出所？什么？她一下紧张起来，不由自主地摆起手，我没有啊，不是我，什么？要我去派出所？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我拿过她的手机，按下免提，放在桌面上，听到对面警察的声音在说，他说他的烟花都是你给他并让他燃放的，这件事需要你负责任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我看了一眼惊慌失措的婆婆，平静地回复道，什么？我家烟花是他拿去放了。我说呢，我找了一晚上，本来就放在客厅，怎么一转眼不见了？原来是他们拿去了。唉，算了，都是朋友。警察顿了一下，你的意思是他们偷了你家烟花？偷？不至于，偷这个字有点重了，都是朋友，他拿了就拿了吧，这事我们就不追究了。警察的声音有点迟疑，不过他说烟花是我家买的，不过我们是在正规经销商那里买的，并且是准备拿去不禁燃的乡下燃放的，我们合规合法，可没有违法燃放哦。至于他是怎么回事，和我们无关，我们不清楚，不知道也不追究哦。那边听后很快说，行，那情况我们了解了，打扰您了。我挂掉电话后，看到婆婆瞠目结舌望着我，她看看手机，看看我，一脸震惊，你，我打断她，妈，刚才派出所让您去一趟。她有点紧张地点了点头。我冷笑，这位孙婶也真是有意思，你好心把烟花给她玩，她反而要拉您做垫背，说是您教唆的。婆婆也有点生气，是啊，孙姐为什么这么说？还能为什么？不就是想找个替罪羔羊，好把自己给摘出去。她想起来东西是您给她的，就想把您牵扯进来，最好把罪名扣在您头上，她就没事了。她又紧张起来，那我不用去警局了。我说，我刚才不都和警察说清楚了吗？他干的事和您无关。她松了一口气，喃喃道，那就好。我故意加重了语气，否则真的被他牵扯进去，这要是进一趟局子，轻则罚款，重则拘留，会留案底的。到时候亲戚朋友怎么看您啊？听到我这么说，婆婆又后怕起来，问我，那警察不会来抓我吧？大过年的被抓去警局，就算不吓死也够倒霉的，在亲戚朋友那边更是抬不起头来，指不定要被暗地里笑好几年。我眯了眯眼睛，她自己抱着烟花下去玩，和您有什么关系？婆婆愣了一下，然后疯狂点头，哦，对，就这么说，哦不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片刻后，她像是反应过来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小可呀，这次幸好你反应快，要不是你帮我应付过去，我可就要遭大殃了。我笑了，俗话说，日久见人心。通过这次的事情，您能看清他的虚伪面目，也能看清谁真心对你好。婆婆连连点头，妈，你以后少和这种人来往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在背后捅你一刀。就算最后查出来与您无关，那大过年的进趟派出所也真的不吉利。所以说啊，外人就是外人，只有家里人才真的为您着想。婆婆又连连点头。我继续洗脑，您是才俊的亲妈，也是我妈，我们才是您最亲
最能信任的人。我和才俊都是一心向着您，希望您一切都好的。婆婆握着我的手又紧了紧，小可，真的是多亏了你。我忍住笑，您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善良，容易轻信别人。您只要记住一句话，只有我是最真心对你好的，其他人不能太相信。我抓着机会给他疯狂洗脑，听得他一愣一愣的，差点要抹眼泪。至于孙婶家那一对老人孩子，拘留肯定不至于，但罚款、批评教育、检讨保证绝对少不了。儿子媳妇去接人，肯定又要一顿吵吵，这一套下来，他们这年过得可就闹心了。我自然就舒心多了，因为第二天婆婆破天荒的没有早上6点就喊我起来煮早饭。年初2，亲戚们来婆婆家拜年，大桌吃饭时，老公兔主动给我盛饭，帮我夹远处的菜，给我倒饮料。对我和老公来说，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可落在那些婚姻不太顺的妇人眼里，可就觉得不得了了。二姨撇着嘴假笑，阿俊不一样了，以前从来不知道疼妈妈，现在倒是很疼媳妇哟。他还觉得自己很风趣，要不说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看你知道给媳妇夹菜，怎么不知道给你娘夹菜盛饭？这话说的婆婆马上就有点不高兴了，眼光扫到我们这边来。有人解围，人家小两口恩爱还不好吗？二姨笑了，恩爱当然好，既然那么恩爱，怎么不生孩子？早点生娃，也好让我大姐早点抱孙子。我老公说，小可现在事业发展的挺好，我支持她。况且我工作也忙，我们晚几年要孩子，不急。二姨越发阴阳怪气，阿俊对媳妇是真好哟，真心疼媳妇。哎，你们在家该不会都是你伺候媳妇呢吧？婆婆越听脸越黑，语气凉凉，可不是心疼，舍不得媳妇动手。媳妇干一点活，她都想去做，看不得自己媳妇辛苦。我们几个是没有这么好命，嫁到这么好的老公哦。我心想，我老公要帮我干活，你不都拼命拦着吗？他也没干成一次啊。我不动声色扶了扶头发，笑道，那是妈教育的好，要不是您把才俊培养的这么优秀，我上哪去找这么好的老公？妈，您在教育孩子这上面绝对是一流的，亲戚里没人能和您比。以后大孙子我肯定放心您教，有才俊做模子呢。这么会教育孩子的婆婆，就是让我给您生10个20个大孙子，我都给您生。到时候大孙子肯定都爱跟着您，抢着要您抱，您都抱不过来，成天在您面前奶奶奶奶，我都怕您分不清谁是谁。婆婆快被我画的大饼忽悠瘸了，笑的嘴角都咧到耳根去了。二姨见状还要说话，我连忙给她敬酒，和她扯东扯西堵住她的嘴。有这些7大姑8大姨天天在我婆婆耳边搬弄是非，我可不省心。我觉得我该找个盟友了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这个盟友最合适的人选，莫过于受够了婆婆气的我弟媳了。晚上婆婆出去跳广场舞，一反常态给自己换上好看的衣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使都满意了才出门。我老公和弟弟在客厅玩游戏，我趁这机会抱着一个盒子进了弟媳的房间。弟媳，你平时辛苦了，嫂子给你准备了一个新年礼物，你看看喜欢吗？弟媳有些讶异，嫂子你咋这么客气，这哪好意思呀？她接过盒子，看见里面的新款包包，顿时惊喜的不得了。嫂子，这是送给我的。是啊，我逛街时看到，觉得挺适合你，就给你买了。她眼睛都快笑不见了，抱着包左摸右看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嫂子，我特别喜欢这款包，就是不舍得买。你说咋那么巧，你就送了这个包给我，咱咋那么心有灵犀呢？我笑了，这几天他坐沙发上刷手机的时候，我特意留意到好几回他都在看这个包，不喜欢才怪了。我说，那可不巧了吗？我就觉得你背一定好看，特别衬你的气质。歪打正着，你喜欢就最好。喜欢喜欢，谢谢嫂子。啥谢不谢的，咱们都是做媳妇的，在家里身份一样，不就跟朋友一样吗？所以咱俩妯娌间要经常通通气儿，拧成一股绳。像我不经常回来，家里的事我也不清楚，还不得靠你照顾着。他倒是个明白人，眼珠咕噜一转，马上就懂了。嫂子你放心，家里有点啥事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咱家有你这么能干的人操持，才让人放心啊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还是多亏了你平时照顾，你看婆婆多精神，
刚才还给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跳舞了。我继续说，婆婆平时都是一套棉服出门，难得这么隆重，倒是蛮看重跳舞的哦。她有点好笑，嗨，其实吧，是因为那跳舞队里的领舞是她死对头。死对头？她点点头，本来婆婆是那个跳舞队的领舞，因为几个月前崴了脚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，舞队就让吴阿姨当了新领舞。吴阿姨长得其实挺漂亮，身材也保持得蛮好，说话也客气，大家都蛮喜欢她。后来婆婆脚养好了回舞队，也没人说换回她做领舞，婆婆肯定气呀，这就和吴阿姨结下了梁子，总是明里暗里和她较劲儿。前几天吴阿姨去外地过年，今天才回来，所以婆婆今晚打扮漂亮，就是不想输给她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觉得怪有意思，心想这事是不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。弟媳沉默一会儿，又支支吾吾说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我也是前不久发现的，没和任何人说过。什么事？爸他好像外边有个相好的。我听了猛一愣，弟媳连忙说，我也就是瞎猜的，不是很确定，就是我偶然撞见过一次，他好像和一个女的纠缠不清似的，好像还给他钱，虽然他说的模模糊糊，但我知道，要不是基本确定的事，他哪会拿到我面前来邀功。据我所知，家里的财政大权是在婆婆手里的。这么看来，公公他是私藏小金库，还在外面养着别的女人。哈，这个公公倒是大方，拿着老婆的钱给别人花。我的那个傻婆婆，估计还被蒙在鼓里呢。这种事，我是无法坐视不理，要不然以后爆出来就是大雷。这天饭后，全家都在客厅，我见公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便把老公撵到他身边去坐。公公起身让开的时候，我马上大声提醒，爸，您落东西了。然后迅速在他刚才的座位那摸了一把，刚才从您口袋里掉出来了。咦，这是什么？是耳环吗？众人一听，都诧异的看了过来。婆婆探过身来，一把夺过那对耳环，仔细看了看，说，怎么好像有点眼熟？我收回手，没有说话。可不是眼熟，我就是照着吴阿姨耳朵上的那款买的。天天关注着吴阿姨的婆婆，还能认不出来？婆婆一皱眉头，这不是姓吴那人的。她猛地明白过来，一把拽住公公，劈头盖脸就开始骂，好啊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是和姓吴那贱人相好了？他的东西怎么落在了你这里？全家人都被他的话弄懵了。他气得上手就去打公公，我就觉得你最近奇怪，没事就往外跑，原来你背着我和姓吴的搞在一起了。你这个不干净的，还把他的耳环给带回来了。弟弟一下有点反应不过来，嘴比大脑快，爸和吴阿姨？怎么可能？吴阿姨能看得上爸？婆婆又转头来喷他，你什么意思？他看不上的东西我看得上，我就是处处不如他是吧？什么东西？我是人。公公抗议，你不要在这里发疯，这不是我的，而且我和小吴什么都没有，你瞎说什么？小吴？你叫的倒是亲。怎么，觉得他年轻嫌我老？还你们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的耳环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当我是瞎子傻子？婆婆越骂越生气，还要去打他，我们几个人连忙劝架，合力才给他俩拉开。公公梗着脖子，说啥也不承认。不承认正常，毕竟那耳环不是他的，他外边的人也不是吴阿姨。他俩儿子不明真相，还在那劝他，妈，你别瞎想，爸和吴阿姨真的不太可能。不可能？那这耳环哪来的？这耳环，我老公眼珠一转，终于找到了说辞，谁说这耳环就一定是别人的，也可能是爸买来送给你的吗？弟弟听了连忙附和，对对对，肯定就是这样。妈，你看这对耳环，这么细一看就是没用过的，怎么可能是吴阿姨那对？爸可能就是看着好看给你买的。爸，你快说话呀，是不是？在俩儿子的逼迫下，公公也没得选，只得硬着头皮应下来。我觉得挺好看，就给你买了，还没来得及给你，就掉了出来。他们一看公公松口了，连忙安慰婆婆，她多想了。婆婆哼一声，掂了掂那对耳环，这是金子做的，不轻呢，少说也要1000块，你能买得起这个？这么说，你藏了不少钱啊？我低眉忍住笑，等的就是这里。幸好婆婆关键时刻脑子清醒，不用我再提醒。按照婆婆的性格，不给她小金库搜个底儿掉，
她在这条街都抬不起头来。公公一下傻了眼，不明白怎么突然就暴露了小金库的事，眼见着瞒不住了，她面如死灰，坐那看她扫荡。很快婆婆就把她偷存的钱都搜刮了出来，竟然有上万块。她看着这些钱，越想越气，一摔门回房间去了。公公灰头土脸窝在角落里叹气，小金库被收缴了，外面的女人没钱用，肯定要和他闹掰的。他这边是不用管了，等着就行了。我不再理会他，转身进了婆婆的房间。妈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说实话，结了婚的男人有几个不藏钱的呢？好歹他还知道给您买东西，不错了。婆婆冷笑，谁知道他是买给谁的呢？被发现了，就说是给我的，要是我没发现呢，指不定戴在哪个狐狸精头上了。说完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幸好这次是你发现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肯定都是站在您这边的。但是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些人喜欢吴阿姨？为什么同意她当领舞？她看着我，还能为什么？不就是她长了一副狐狸相？虽然嘴硬，但等于还是承认了吴阿姨好看。我摇了摇头，因为吴阿姨舍得给自己投资，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。妈，您对自己的态度决定着别人对您的态度。如果您对自己的态度都只是凑合，那别人怎么还会对您认真？可是如果您平时用的都是昂贵的东西，那其他人还敢用便宜货来糊弄你吗？只有您对自己重视了，别人才可能重视您。婆婆听得入神，待回过神来，却还是有点犹豫。可是哪有那么多钱？我指了指公公的小金库，这些钱你不用，可能就用在别的女人身上了。婆婆一愣，顿时眼睛发亮如醍醐灌顶。她腾的一下站起来，小可，带妈去买好东西，我要把这钱全用掉。我带着婆婆去了高档商场星光世界。她其实长得不差，平时跳舞身材保持的也还可以，只是审美不行，又不怎么打扮自己，才搞得土气又显老。我首先带着她去找 Tony， 烫了个时髦的卷发，然后选了顶相称的帽子。只要发型对了，整个外貌改造就成功了一半。弄完头发，再是医美护肤，超声炮打完，脸上松弛的皮肤立即提上去不少，眼见着起码年轻了6、7岁。接着我带她去选衣服，一套漂亮合身的冬装裙换上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这么一番从头到脚的包装后，效果惊人，婆婆简直改头换面。她往那一站，只要别开口说话，看起来竟然不比吴阿姨差多少。婆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也是满意的不得了。她随手看了一眼吊牌，顿时笑不出来了，2000多，这么贵。她连忙就要脱下来，我一把按住了她的手。妈，您忘了您花的是谁的钱？您忘了咱们来干嘛了？这件衣服的剪裁、质量、做工、面料都是很好的。你以为外面摊子上200块钱的东西能穿出这种效果？妈，这钱本来就相当于捡来的，您不花掉，也会给别的女人花掉。我直接给她下猛药，这条裙子您不买，可能爸就给吴阿姨买了。您省吃俭用，不舍得的东西都穿在了别的女人身上，您在给谁省钱？她猛地怔住了，片刻后，她眼中光芒一闪，把卡拍往收银台上，坚定地说：结账，都给我包起来。晚上我陪婆婆去跳舞，跳舞队的人见到她都愣住了，不停夸赞她变漂亮变年轻了。吴阿姨也忍不住连连往她这边望，跳舞的时候都跳错了好几次。婆婆不客气地指了出来，小吴啊，之前我觉得你跳舞还行，就想让你领舞试试，但是最近看你不仅没有什么长进，好像还退步了。现在我的脚也好了，既然如此，领舞你做不合适，我还是收回来吧。本来吴阿姨是舞队里选出来做领舞的，但婆婆这么一说，就好像是她给了吴阿姨这个机会，但吴阿姨没有把握住，不称职才被刷下来了。是我教她这么说的。本来两相交锋就是要抢占先机，婆婆把她是前辈的姿态拿出来，吴阿姨是那种在人前一定要保持自己好名声的做派，她肯定不能像个泼妇一样骂回去，基本的体面还是要的。果然吴阿姨被这话噎得瞪大了眼睛，却说不出什么。跟婆婆比较熟的几个队员也跳出来支持婆婆，发声说是该换回领舞了，要不总跳错浪费时间。一番唇枪舌剑之后，婆婆顺利拿回了领舞的位置，
吴阿姨做了副对。婆婆在舞队里扬眉吐气了一把，恶气出了，心情大好。我在婆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。第二天家庭聚餐上，亲戚们看见婆婆都震惊了，那些女人不停追问她用了什么灵丹妙药，怎么越来越年轻漂亮了。婆婆乐开了花，美滋滋说，多亏了小可，都是她带我去买的，还给我弄了头发，做了脸，花了不少钱。这孩子对我是真的上心。以前我总觉得有俩儿子没闺女很遗憾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小可就跟我闺女一样。大家听了都啧起来。二姨的表情像吞了苍蝇，阴阳怪气地说，大姐，看来你媳妇确实厉害哟，不知道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这才几天时间就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婆婆把脸一横，凶道，你闭嘴，少在这里见我们母女的感情。然后她直接对着大家说，小可就是我亲闺女，你们以后少说她的不是。饭桌上一时有些安静，弟媳连忙开起玩笑活跃气氛，妈，还有我呢，我也是您闺女，您可不能只偏心大嫂呀。亲戚们听了都笑起来，有人说，哎呀呀，你们看大姐家庭这氛围多和睦，婆媳关系这么好，真让人羡慕啊。我敬大姐一杯，姐一会儿把秘诀告诉我，让我也学习学习。几句话后，大家互相敬起酒，饭桌上又热络起来。过了几天，弟媳私下告诉我，她看见那女人和公公大吵了一架，没再见面了。虽然婆婆也怀疑她有问题，但毕竟没证据，把钱拿了回来，也就算了，日子还得继续过。不仅把公公那边的外遇解决了，还花了大钱让婆婆风光漂亮起来，不费我一分一厘，好处还全落在我这里。婆婆现在对我的态度简直不要太亲。过完年我们要回去时，婆婆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，闺女呀，有时间就多回来看看妈。这个家里就你最为我着想，我那俩儿子是傻的，一点都不贴心，只有闺女你最懂我，对我最好。我笑着应下来，跟着老公好不容易上了车。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终于长吁一口气，这半个月累死我了。老公给我揉肩，老婆辛苦你了，这个家里幸好有你。我笑了，嗨，辛苦也没得个啥。弟媳辛苦那么久，起码还得了个包。弟媳有的，我媳妇也必须得有。我们现在就去星光世界，你想买什么包，随便挑，老公买单。真的？哇，我老公这么大方。那走。